各位，我们前2天所担心的那个事情，果然啊，这个中国现在很被动。那就是说，对于制裁的美国这个国务卿，他如果是川普把他像赖清德一样当货物一样藏在专机上运到中国，那中国让不让他入境呢？接待不接待呢？现在这个问题就摆在眼前了，人家卢比奥上了飞机了，而且挑衅似的穿了那个被抓的马杜罗的同款服装，明显的这是对中国示威挑衅吗？那这个事情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也出来嘲笑中国了，说你中国给他改个名你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尽管遭中国制裁，卢比奥以新中文名访问北京。尽管受到中国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12号仍随总统川普前往北京。这一突破似乎与中方更改他的中文译名有关。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此次是卢比奥首次访问中国。他过去曾高度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中国则以2度对他实施制裁作为反制。这类做法通常更见于美国对付对手时。川普任命卢比奥为国务卿以后，中国也为双方的外交接触找到了折中的处理方式。他在2025年1月就职前不久，中国政府官方媒体开始将其中文译名的卢改为了鲁。法新社引述了2名不具名的外交官说，他们认为中方之所以更改译名，是因为此前针对卢比奥的旧中文译名实施的制裁措施中包括禁止入境。不过在被问及卢比奥更改中文译名后是否意味着已经解除制裁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去年1月在例行的记者会上称，他并未注意到此细节，并强调卢比奥的英文名字更重要。毛宁同时重申，中国的制裁针对的是损害中国正当权益的言行。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证实，卢比奥正与川普一同出访。卢比奥被看到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登上了空军1号。那到底这个难题中国该怎么解决呢？我倒是因为有一种可能来解决，那就是本来开始的这个名单里边不是没有那个黄仁勋吗？大伙都在猜测说这次不带黄仁勋去，那是因为黄仁勋的最先进的芯片也不能卖，然后中国也不买他落后的芯片。黄仁勋说了，我们在中国的 AI 市场上已经份额归零了，那去也白去的意思，那就不去了呗。实际上不是，川普中途把这个黄仁勋给接上了。有媒体说好像黄仁勋是在阿拉斯加中途上了川普的飞机，那这个时候那是不是就表示卢比奥中途下了飞机呢？倒也有此可能性啊，朋友们，你们觉得有没有这可能性啊？这是避免大家都尴尬的一个方式，对吧？让美国的媒体以为卢比奥穿着这个服装去跟中国示威了，结果呢半途下来了。那中国没准也是直接就通知这个川普的专机了卢比奥我们不接待你来了以后我们也给他遣返了卢比奥中途就下飞机了。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嘛，朋友们，免得尴尬嘛，接上黄仁勋换下卢比奥但愿吧，但要不然的话，那卢比奥人家要真访问了以后，那中国接待了，那中国这脸往哪儿搁呀？我现在都觉得头疼，我为中国外交部一想，我都觉得头疼。还没落地呢，这个新加坡就开始嘲笑了，要真落了地，那不中国会成了全世界的外交笑柄了。外交部你们知道吗？ BBC BBC 也在说川普手里边没牌，他只能把
台湾给交易出去。时隔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再度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双方会谈焦点引人关注。台湾问题，台独顽固分子，台湾问题，反对台独分裂的立场。在会谈前，美中两国事前布局，称台湾问题将会是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外界猜测，北京可能施压，要求美国在对台政策上做出让步，甚至要求表态反对台湾独立。台湾成为美中两国的谈判菜单，有台湾媒体以菜单焦虑形容当前处境。美国真的会在台湾议题上转变态度吗？特朗普预计于5月13日抵达北京。外界推测，他与习近平会谈的内容，除了涉及伊朗战事、3B 及波音、牛肉与大豆等经贸合作外，台湾问题可能成为重中之重。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会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在台海问题上，不希望看到强行改变现状。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坦言，他担心特席会上，台湾成为谈判菜单，美国会迫于中国的施压而改变对台政策。我们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并且和美方保持密切的沟通。那事实上呢，你可以看到，从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就已经持续的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并且以具体的行动落实美国政府长期而且一贯的对台政策。在特朗普的2个任期内，外界认为他的对台政策并不明确。2016年上任之初，特朗普曾与时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通话，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但他之后又转变态度，表示一中政策可以谈。在其第2个任期开始后，特朗普未有公开承诺协防台湾，但他称其任内台海不会爆发战争。如今，美国受制于伊朗战事的僵局，特朗普的名望和国内经济正承受巨大压力。有学者表示，特朗普政府急需带回有助于其中选举的好消息，而北京则看准时机，向美国提出谈论敏感的台湾问题。外界一般都在揣测，是不是要求川普总统自己说出来不支持台湾独立。目前看起来这样的方向是可能的，尤其是对于国际空间的打压，以现在北京的态势，对于执政的赖清德政府会用比较强势的方式来处理。那当然从美国的角度呢，要不要做出这样的让步，取决于美国向中国，美国向北京想要得什么样的筹码，想要换得什么样的好处哦。所以外界之前也在传闻，是不是有所谓的3个 B？ 其实本来的3个 B 呢，并对北京来说并不是太严重或者太不能够给予的妥协，但是因为现在加入了台湾话题，北京可能会要求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才会给予这个3B 的放宽哦。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任内仍然通过多部涉台法案。去年底，他还向国会提出了史上最大对台军售计划。通过。就在特席会登场前1周，台湾朝野终于达成和解，将10多个月的国防预算获得立法院3读通过，被外界认为是向华府表达善意，避免成为美中博弈中的筹码。但路透社报道称，美方对削减军费感到失望。即便如此，有学者分析，中长期来说，美国将与台湾保持紧密合作，同时与中国维持一定程度的竞争与对抗。社会上面对这个会有一些反应，或是甚至你刚刚提到这些有一些担忧、焦虑，我觉得这个是蛮正常的，因为重点是在于不确定性啊。美国的核心利益里面，他现在当下最关切的应该是他跟这个中国之间的矛盾。那这些矛盾里面，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台湾不是一个首选嘛啊，对美方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真正关心的还是贸易逆差的部分，还有中方到底能够履行多少承诺。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为了制衡苏联，决定与台北断交，并倒向北京。双方签署了3个联合公报，被认为是美中关系的基础。
美方仅认知中方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由此美国开始了奉行多年的战略模糊政策。尽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表示不支持台独，布什总统也强调反对中国或台湾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但迄今尚无任何美国总统公开表态反对台独。在即将到来的特习会，分析指如果特朗普改变对台湾问题的措辞，会被视为美方试图与台湾保持距离的信号。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是川普拿台湾做交易的话，那一切都好谈啊！真的，川普手里边没有别的牌，只有台湾一张牌。那如果是把台湾交易了，那可以啊，卢比奥无所谓吧？你这个可以接待你，是吧？你说你要那个港独什么黎智英，那了头子也没啥用啊，换没问题啊。但是川普你要是不拿台湾做交易，你凭啥去给中国要好处啊？你要饭，中国就得非得给你吗？你这叫横要饭是吗？跟中国穷横呢？那不可能吧？我感觉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